美英澳拼凑奥克斯小圈子，展开核潜艇合作，引发核扩散风险，持续引发国际关注。中方继上个月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4审议大会上对相关合作表达坚决反对后，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有为美英澳洗白之嫌。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勿火中取栗，为三国的核扩散行径背书。美英澳三国企图若得逞，原子能机构将沦为核扩散机构。上周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保障监督问题向机构理事会提交报告，表示机构已与三国就相关问题开展技术磋商。总干事欢迎美英澳就此与机构保持接触。此举被认为是美英澳三国试图搞暗箱操作，洗白核潜艇合作。周一，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在中国的主张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履行了职能，连续第4次决定以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单独正式议题的形式讨论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问题。这意味着三国核潜艇合作不是三国可以私自处理的，必须由机构成员国共同来管。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不能沦为三国政治工具，做出误导性结论。总干事在缺乏正当法律依据和成员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处理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这一核扩散行径，甚至在这三国尚未申报有关核材料和核活动的情况下，就已做出其核潜艇合作适用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例外条款等一系列结论，这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十分荒唐。不要南辕北辙，更不要火中取栗，为三国的核扩散行径背书。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事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完整性、有效性和权威性，相关保障监督问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应该由机构所有成员国共同讨论决定。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美英澳三国不应开展核潜艇相关合作，机构秘书处也不应擅自与三国谈判针对三国核潜艇合作的保障监督安排。中方呼吁机构所有成员国继续通过政府间进程，就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开展实质性讨论，以实际行动捍卫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评论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连续4次挫败美英澳的暗箱操作，说明大家都看清了 AUKUS 的本质，就是搞拉帮结伙、冷战对抗那一套。美英一边就朝核、伊核问题表达关切，一边在同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上开绿灯，是典型的双标。伊朗呢现在的核问题之所以是僵局，那就是美国呢整天在这说，伊朗呢是发展核动缩铀。是要发展核武器，现在是公开的给澳大利亚的技术，这明显的就是典型的两个态度。去年9月15号，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合作伙伴 AUKUS， 核心计划是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潜艇，这其中涉及的核武器材料转让本质上是核扩散，它将加剧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7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英拟向澳大利亚未来8艘核潜艇转让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多达 1.6 到2吨，可以用来制造64枚至80枚核武器。值得一提的是，从目前来看，澳大利亚在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中并未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据澳大利亚新闻网站近日报道，尽管澳大利亚对美英提供的核潜艇抱有浓厚兴趣，但出于种种原因，美英两国短期内都无法为澳方提供核潜艇，以接替其老旧的柯林斯级常规潜艇。澳海军未来或将陷入无潜艇可用的境地。报道称，美国目前正以1年2艘的速度建造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同时还要建造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加上近年来美国造船能力不断下降，外界纷纷猜测，澳大利亚短期内很难获得美国提供的核潜艇。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塞德勒也表示，首要任务是保障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按时交付，奥克斯联盟的相关问题暂时排在后面。像美国舰艇这些年为什么造的一个是速度慢，第二个呢是维修是现在要排队，就跟造船业呢现在萎缩呢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美国呢在未来这些年又制定了庞大的海军发展计划，要造更多的舰艇，船厂造美军舰艇呢都已经是不堪重负，更何况要给澳大利亚去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英国的新型核潜艇设计方案仍处于论证阶段，何时开工仍是未知，更无余力为澳大利亚提供支持。因此，澳大利亚核潜艇在2040年前下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评论称，澳海军目前面临潜艇断档的根本原因就是澳方不顾实际，超出本国防务需求，试图获得核潜艇，不仅使得核扩散风险进一步升高，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还让澳海军潜艇部队发展陷入困境，可谓害人害己。此外，由于在购买法国梭鱼级常规潜艇项目中单方面爽约，澳大利亚不仅要向法国支付巨额的赔偿，原本计划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也由于得罪了法国，已经彻底泡汤。